网传黄种人是不敢来西非旅游的，这里虽然没有狂野的动物，但却有彪悍的人们，抢劫、疾病、暴乱随时可能发生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它不包括我们中国人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血脉叫炎黄子孙。我们中国人有多猛？我一个人带着媳妇儿，开着咱们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，来到了非洲大陆，穿越了撒哈拉，走过了湿地沼泽，穿过了狭小的丛林，也开过了碎石高山。现在我来到了科特迪瓦，我雇佣了一名翻译，叫王朝。对，听名字也能判断出他还是一名保镖。我们准备出发去加纳、多哥、贝宁，然后直接干到尼日利亚去。信心满满的出发后，没想到不久之后的几个小时，把车都玩没了。科特迪瓦被称为象牙海岸，其风景是着实漂亮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就来到了加纳的边境。能看得出来，加纳的管理还是非常严苛的。不过我们早早的就办好了入境的签证，没想到这一次挡在门外的，它不是我们，而是我们的中国汽车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鼬，小朋友还把小朋友给裹在里头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我已经到达了这个加纳过关的停车场，现在我们的入境都非常顺利，但是汽车的入境是非常困难的。它这个加纳的法律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，它要入境的那个每一关过关盖的那个章的，那个本子我们中国是没有的，欧洲车是有的。因为咱们中国是走 ATA 的，所以他们要那个东西没有，临时目前也办不了。找到了一个警察，他跟我说啊，他说你们这个可以按照过境车辆，但是过境车辆要给你们车上安装一个追踪器。这个追踪器在过关之后，然后再拿下来，然后还挺麻烦的啊，还真是挺麻烦的。那追踪器多少钱？价格没谈，价格没说，完了说安装那个人能办这个事儿的人现在不在，让我们稍微等一会儿。完了给他打电话，他说现在回来。我们现在我们的手里拿的文件在这儿都不认，所以他说你们外国人进来是我们的贵客，态度很好，一路过关都 VIP 待遇，唯独就是汽车进不来，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先等等再看。是，我们先等一等。我的天呀，兄弟们，你们都不知道这个车要办多少钱啊！找了一个人跟我说37万西法，人民币4000。我的天哪，抢钱呢！跟抢劫差不多，人民币4000块钱，说给你这车办一个临时过境车辆。我们并没有理会黄牛的说法，而是直接去了海关询问，没想到适得其反了。从海关出来之后，被告知没有 CPD 的车辆是无法进入的，都必须安装监控 GPS。画面中的这位小哥就是他们推荐的黄牛，但是这位黄牛的报价比之前贵了1倍。太贵了！他张嘴说我跟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那个 officer 介绍出来的啊，他要给他钱。现在很大问题，我们现在又给刚开始第一个给我们报价那大爷打电话，那大爷已经走了。现在呢，几个问题全堆在一块了。第一个，我们已经出了科特迪瓦，现在我们已经进了加纳，但是车没进去，人进去了，盖章都盖完了，所有的事都完了。但是车被卡在这儿了，走不了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是第一个事儿。第二个，他们3点下班，他跟我说了3点下班。啊，现在3点半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3点下班，那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啊，对呀，现在就是一个问题。Later, you know, now my car is cannot inside. We need like license pass. I don't know. Make some they not for the agent. Where? The agent, the one he follow you come. Yeah, we have no cell phone. Huh? I have no. I cannot connect in. You have number. 现在是这样，加纳这个国家它不认 ATA， 只认这个 CDP。什么叫 ATA 呢？就是咱们中国开出来的汽车不是得交一笔押金吗？这押金交的是 ATA 这个组织，但是他们不认这个组织，只认 CDP。但 CDP 目前在中国现在办不了，咱们没有这个组织。那是欧洲的吧？反正咱们现在办不了呢。现在就是我们看能不能找办法，能够办一个临时的 CDP， 临时的。费用呢？现在是你中间咱们去找了那里边的那个 officer， 经过他手了以后，没人敢办，明白吗？没人敢办。我知道。
那现在怎么办？因为要动他的蛋糕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我们刚开始第一次给我们代办的那个人不给办，那人不敢办，他人在那儿呢。我现在已经找他了，那人说你谁也不敢动他的蛋糕，你懂吧？怎么了？哎，特别牛。今天走不了，明天也走不了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他们下午3点就下班了，现在4点了。明天星期日不上班。我们住哪儿？现在是人你可以进去，车走不了。那我们也得想办法进去，我们打车还是怎么着？但是车上这么多行李，你怎么办？中国汽车穿越非洲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我们的手续里边没有这个 CDP， 没有 CDP， 很多国家来不了。就是原来可能还能来，但现在你肯定来不了了。现在就是办临时 CDP 需要做车检，需要整个给你车的安全性重新弄完了，你再交押金啊，真的麻烦。他们这边 CDC 是什么汇率？花 CDC？他们咱们把东西就给他们了，耀阳，护照钱都给了，护照钱给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给了一半的钱，先让他办吧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是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这样，如果你现在你再不找他办，你再办就有可能 double 的价格，甚至你都办不了 ，double triple 都有可能。现在他就是基本上就属于故意的了，就是他们这个，我问过之前来过的人，人说没有要这个的，但是现在要了，也可能是疫情之后他们经济太差了，现在在卡这个事儿。因为你开的车太招摇了。就是之前有开外国车来的人也没要，但是现在外国车都在要。人刚才有几辆欧洲的车卡这儿，也说你得给，但他们除非你有说 CDP。但他们说欧洲的车人家一起好几辆的能便宜，对但是要攒1个礼拜。对，如果你跟这攒1周，就是说你是一车队，一样来10辆车也是这么多钱，一辆车也是这么多钱，一辆车付10辆车的钱。但是我们只有1辆车。叶阳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过关卡很少有特别顺利一步就过的？没错，我们好像每一次都被拦，但是大多数被拦都是车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到时候进尼日利亚比这个可能还要夸张。我的天哪！他们这儿也盛行突突，可能找了一辆三蹦子，是吧？兄弟们啊，我们3个人啊，现在又开始历险记了。我们租了一个小突突啊，突历险记啊，就是去找酒店。这个他们说找酒店都有危险，说不让我们单独去找酒店。哇，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，兄弟们？然后给我们派了一个人，说那个让他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啊。对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很危险，容易被人盯上。对，说这边的边境人比较复杂。哎呀。希望安全吧，先希望安全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旅馆啊，是这边最好的旅馆啊，给大家看一眼啊。哇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旅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有空调啊，有空调加电扇。他们这儿的空调都是带一闸盒的，没有遥控器，就是这闸盒水泵了，它就 OK 了。咱这儿看没有？洗澡有热水吗？有热水。人说全楼唯一的一个有热水的房子就是这间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说只有这一个有热水。看看我们这有一个电热水器啊，外边的风景特别棒啊。看看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希望明天能够顺利拿到我们的车，继续我们的非洲探索之旅。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咱们看看啊，咱们的车 OK， 我们的车开过来了啊，太棒了，钥匙 OK， 车来了，哇，去看看我们这行李啊，非常的多哦，满载。王朝，他安什么东西了？安了那个一个 GPS 在这个桌子下面，在座子下面是吧？哇，咱们看看啊，他们给我们的车安进了一个 GPS， 说怕我们跑了是不是？哦，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！对，咱们的 GPS 就是那个东西。这个不会有窃听功能吧？这个？
这就是定位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安了这么一个。他们就是我们到那儿的时候，他们还得把这个给卸了吧？等你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，他会给你卸了。哦，一看见这个就给你卸。哪个？哦，这哦还贴了这么大一个标啊，兄弟们看看。哇塞，还贴反了，你看看，还贴反了。就是没有这个不行，它不能上路，没有的话。对，因为你是外国车，特别是你是中国车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花这么多钱，希望一路上不要再被人查了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终于拿到了我们的汽车啊，我们又能上路了。希望未来一路平坦，我们一起加油！